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首先这条是，维京邮轮创始人托斯坦·哈根专注于富裕且求知的客户，并严格禁止儿童登船。经过近30年的发展，哈根的维京控股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豪华邮轮运营商之一。随着公司在纽约完成首次公开募股，哈根的财富将超过50亿美元。请看下面这条，澳航证实其常旅客应用程序出现问题。据媒体报道，可能存在数据泄露，允许用户访问其他旅客的行程信息。澳航正在紧急解决这一问题，并调查是否因近期系统更改而导致。请看下面这条，台湾将警惕中国在现任总统赖清德本月就职后进行军事演习。中国政府拒绝了赖清德的多次对话提议，认为其是危险的分裂主义者。台湾安全部门表示，中国在6月至11月期间通常进行军事演习。我们来看一下，微软与 OpenAI 合作的动机来自对落后于谷歌的担忧。该公司认为谷歌在 AI 模型训练能力方面拥有优势。让我们关注美联储利率前景引发担忧，亚股跟随华尔街抛售下跌。关注美联储周三晚间的政策决定。让我们关注日本日经指数因美联储货币政策决定临近而谨慎下跌，日经指数下跌 0.56%。东京股市疲软，美联储预计将维持利率不变，但投资者仍担心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讲话过于鹰派。日美利差导致日元走弱，日本央行利率前景存在不确定性。让我们关注日本贸易公司三井物产宣布回购价值2000亿日元13亿美元的股票，以提升投资者回报。三井还宣布2股合一拆分，以降低股价，吸引更多股东。接下来这条，韩国出口增长加速，因美国需求创纪录，而中国因国内经济低迷而努力复苏。4月出口同比增长 11.3%， 对美国的出口创历史新高，至114亿美元。与中国的出口连续第3个月低于对美国的出口，因为美国加强了对中国的出口管制，以保持其全球主导地位，而中国仍在努力从消费放缓中恢复。请看下面这条，在阿富汗，手机是身份的象征，展示高级手机能赢得尊重。尽管经济困难，但仍有企业从塔利班统治中获利。iPhone 和简单手机的销量都很高，塔利班正在投资4G 网络， SIM 卡数量大幅增加，手机进口量上升。年轻塔利班成员偏好 iPhone。 让我们关注美国和菲律宾正在讨论防止中国主导东南亚国家镍加工业的措施。菲律宾是电动汽车电池所需的关键金属的主要供应商。讨论中的一项措施是3方安排，菲律宾提供镍原料，美国提供资金，日本、韩国或澳大利亚等第3国提供冶炼和精炼所需的技术。让我们关注英伟达新一代 GPU 架构 Blackwell 将使企业能够构建和运行实时生成式 AI， 成本和能耗降低多达25倍。让我们关注受中东停火预期和美国需求担忧影响，油价继续下跌，布伦特原油跌破每桶88美元。接下来，主动 ESG 基金持续遭遇资金流出，而被动 ESG 投资更受投资者青睐。Morningstar 数据显示，主动 ESG 基金资金外流，而被动 ESG 基金持续增长。黑石凭借被动产品成为 ESG 产品的全球领导者。我们来看一下，厄尔尼诺现象而非气候变化导致去年巴拿马运河降水减少。气候模型表明，人为气候变化并非中美洲国家异常干燥季风季节的主要原因。下一条，华为任命余承东为消费者业务部董事长，何刚仁 CEO， 余承东仍担任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业务董事长，该业务将分拆为新公司。接下来，英国必胜客表示，第2季度销售较第1季度下滑，因去年同期业绩较好导致的对比冲击。截至3月31日的13周内，可比门店销售额下降 0.5%， 订单量下降 0.8%。 请看下面这条，在首尔等亚洲首府，人们在5·1劳动节举行集会和游行，呼吁改善劳动条件和扩大劳工权利。韩国首尔成千上万的抗议者在周3举行的集会上高唱歌曲，挥舞旗帜，高喊支持劳工的口号。最后一条，
比特币3日连跌，4月表现创2022年下半年以来最差。因美联储即将公布利率决定和美国重要劳动力市场数据。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